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的日益普及，从广告和新兴的电子商务业务中带来了收入。公司首次实现了盈利。据相关知情人士透露，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视频和照片共享应用2023年净利润达5亿美元，营收达37亿美元。相比之下，2022年该公司亏损2亿美元，收入约为20亿美元。这家快速发展的社交媒体公司在2021年的上一轮融资中估值为200亿美元，在遭受估值下跌和外国投资者撤资打击的行业中，这是近期罕见的成功故事。小红书拥有阿里巴巴、腾讯、纪元资本和前红杉中国风险投资公司红杉等大牌支持者，深受中国年轻女性的欢迎，她们涌入该平台寻求旅行、美容和生活方式建议。小红书还一直在扩大男性用户群，重点推广有关汽车、科幻小说和表情包的内容。该服务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广告，但一直在发展其电子商务功能，影响者利用该功能通过直播和短视频销售产品。尽管小红书的业绩强劲，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者表示，其未来方向仍不确定，没有明确的首次公开募股路径。我对公司持乐观态度，但缺乏通过 IPO 明确退出是一个大问题。该投资者表示，由于网约车服务滴滴出行2021年在纽约 IPO 失败，导致国家安全担忧。北京方面于去年恢复批准科技公司赴美上市18个月。专家警告说，大型社交媒体公司如考虑到字节跳动和小红书拥有丰富的消费者数据，他们的情况更加复杂。根据《金融时报》的计算，小红书的月活跃用户数量在2023年已经达到 3.12 亿，比上年增长 20%， 成为去年中国增长最快的大型社交媒体平台。海豚智库负责人 Li Chengdong 表示，强劲的财务数据表明品牌增加了在小红书上的营销支出，因为广告效果比其他平台更高。对于针对有购买力的年轻女性的品牌来说，小红书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渠道。公开信息显示，70%的用户是女性，50%的用户年龄在30岁以下。小红书和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和快手等主要竞争对手一样知名。即便如此，小红书仍难以将其服务商业化，因为用户会使用该应用程序种草产品，然后再转向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和天猫等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购买。小红书通过疫情之初推出的直播业务，其 GMV平台上销售的商品总价值在去年11月的双11购物节期间增长了近5倍。对于企业来说，小红书是一个比淘宝更好的地方来建立品牌形象和与客户的关系，而淘宝的销售是由他们来推动的。普洛特尼克说，小红书的用户基数小于抖音和快手，后者的月活跃用户基数分别约为 7.5 亿和7亿。但该平台的 3.12 亿用户集中在富裕城市，使其成为针对高消费消费者的有效营销平台。小红书没有回应置评请求。Li Chengdong 表示，当中国取消零疫情管控时，小红书的盈利之路就打开了，这使得商家增加了营销支出。小红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低价驱动的平台，他说，因此它不会稀释品牌价值。小红书来自上海，成立于2013年，由毛文超、瞿芳联合创立。作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平台，小红书以 Inspire Lives 分享和发现世界的精彩为使命。用户可通过短视频、图文等形式记录生活点滴，分享生活方式，并基于兴趣形成互动。历经数轮融资，其投资者包括阿里巴巴、腾讯、金沙江创投、纪元资本、真格基金、高瓴资本、淡马锡等。
早在2021年3月，有外媒消息称，前花旗集团 TMT 投资银行部亚太区董事总经理杨若将加入小红书，担任公司 CFO 一职，被认为是小红书加快 IPO 进程。随后，小红书方面确认杨若加盟，并表示杨若未来将负责公司财务战略的制定、财务管理及内控等工作，公司暂无 IPO 计划。2021年4月，外媒报道称，小红书计划在2021年中旬左右赴美 IPO， 筹资约5亿至10亿美元。知情人士透露，小红书已秘密向美国证监会提交上市申请。对此，小红书方面回应称，对市场传言不予置评，并没有直接否认 IPO 一事。当年7月，有消息称，小红书将暂停在美国上市。2023年12月，又有消息称，小红书或最快于2024年下半年启动 IPO， 上市地点转向香港。不过，小红书随后否认了这一传闻。好了，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